话说曹操听了曹丕谏言，欲效仿虞舜下狱，禅位称帝，却忌惮篡汉骂名，遂密召贾诩、刘烨、华歆、西律4位谋士入府商议。刘烨闻言献策，周瑜新亡，鲁肃忠厚，张昭懦弱，江东正是可乘之机。玉玺乃孙坚殒命之由，孙权对此痛心切齿，且刘备新得荆益2州，势力日渐壮大，孙权早有忌惮。丞相可借汉家名义封孙权为吴王，挑唆其与刘备反目，届时坐山观虎斗，天下可定。曹操闻言拍案称决，当即填发告示，授予符节，遣刘烨星夜赶赴江东。孙权接诏后设宴款待，听闻刘备欲窃喜称帝，想起父亲孙坚因玉玺而死的血海深仇，不由得肝火上炎，暗中已生与刘备决裂之意。文武百官深知孙刘联盟是鼎足根基，皆默然不语，唯有吕蒙挺身而出进言：主公欲成3分天下之事，当知审时度势。曹胜则袒刘，刘胜则袒曹。如今刘备羽翼渐丰，若不怜曹至今，他日必为其所至。何况孙夫人已归建业，无牵无挂，正可相机行事。孙权深以为然，当即调陆逊守濡须，吕蒙守夏口，暗中备战，严令下人不得让孙夫人知晓。谁料孙夫人思念刘备，见母亲病愈，便欲返回荆州。孙权百般推脱，终究瞒不过去。孙夫人当着吴国太的面质问兄长，当初兄长据曹操抱负，将小妹远嫁荆州，如今母亲病愈，小妹嫁夫从夫，兄长却急顾阻拦，莫非是要留小妹做抵啊？言罢泪如雨下，国太一挥泪切责孙权。孙权左右为难，只得将连曹至刘的实情和盘托出。孙夫人听罢如遭五雷轰顶，一边是恩重情深的丈夫刘备，一边是父兄创下的江东基业。她一介女流夹在中间，进不得退不得，千思万想之下，唯有一死方能保全名节，不为大义。次日起，她强作欢容伺候母亲，半月后谎称心中烦闷，欲往甘露寺一游。国太心疼女儿，当即应允，却不知这一去竟是永绝。抵达甘露寺，孙夫人游赏片刻后已阑远望，长江万里滔滔东下，正如她归属无望的命运。只见她含泪朝西川方向拜了3拜，心中默念：皇叔保重小妹去也。说罢举身一跃，投入汹涌波涛之中。可怜这位聪明英国的绝世佳人，就此魂归江底，侍女们措手不及，胆裂魂飞，沿江打捞却一无所获。消息传回建业，孙权痛哭不已，国太更是急火攻心，3日水米不沾，竟撒手人寰。孙权悔之晚矣，只得按例之发丧。讯息顺着长江传到荆州，关羽正欲派关平迎押孙夫人入川，听闻此事大惊失色，当即请徐庶商议。徐庶推测此事十有8九属实，劝关羽遣人吊唁以探实情，关羽却怒不可遏。孙权见利忘义，害我主母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当即下令整军备战，欲与江东决一死战。幸得徐庶庞统苦苦相劝，才拦下冲动的关张2人。远在西川的刘备正与孔明商议进取汉中，接到云长3次手书，得知孙夫人殉情，国太亡故，当即凄然泪下，悲痛欲绝。孔明劝谏道：主母之仇理应报复，但如今进取汉中乃头等大事，不可同时树敌，待克复长安，再报此仇不迟。
玄德依允，却难忍思念之情，于武丹山南设下灵位，向东游记孙夫人。文武百官尽皆告诉相陪，玄德掩眉痛哭，哭声震天，群下无不动容。一面派赵云夫妇领兵8000，协同关羽守御荆州；一面令孔明都率诸将进取南郑，自己坐镇成都接应。江东孙权见荆州增兵备战，深知兵祸将至，徐盛等将只得尽心守御。这正是功利纷纭，涂炭声名高序，权谋轻策，摧残壮士头颅。孙刘联盟就此破裂，三国战场再起烽烟。究竟刘备何时能为孙夫人报仇？孔明进取汉中能否成功？咱下回接着说。